哎，大家伙早喽！11月9号星期四，今天相机又调整了一下设置。上次说更新了2个选项，一个是夜间这种灯会防抖，就防止它那种抖；还有一种就是全局测光和脸部测光。之前那2天都设置着默认的是脸部测光，今天我也改回全局了，因为我感觉看这2天开头的视频，应该以前的设置没有这么黑，就肉眼看其实完全不黑的。咱们再看看今天的效果。今天最后一个训练日，今天咱们回评论准备了好多，一会儿天亮点咱们聊啊。那咱们就开始回评论。天气冷，跑完步容易生病，抵抗力觉得变低了。其实天气冷不是生病的原因，因为您只要是感冒，病毒性的感冒，因为我们绝大多数感冒或者呼吸道感染几乎都是病毒性的，你肯定是有这个病毒感染您。不过就是跑完步以后，或者训练量大了以后，你身体更多的能量去用来修复，免疫力是会有这个窗口期。比方说您跑完马拉松比赛，这1天或者这2天不要去人员特密集的地方，就会好一些。4月首半马139，200公里每个月。11月26号想破130，会稍微有些难度，因为半马大多数时候是速度耐力的能力不行，可能我觉得机会有50%。而且您说11月26号，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训练的太大的空间了。我给您的建议是20号之前多跑几次间歇的冲刺，找找速度感。臀大肌受伤了，养了好的8、9成，然后参加马拉松，跑完以后就严重了。这很正常，你一场马拉松会把伤放大的，但是不用太担心。您跑完全马了，就好好休息一段时间，休息一段时间，把伤再养到7、8分好。我对待这种伤的逻辑就是，好到8分，我就开始轻度的训练，让他在训练中慢慢好。因为最后那一点想完全康复，需要花好长时间的。冬训的课表，这个找一期咱们详细继续聊冬训，找几期。大概的方向，昨天我说了说。半马前怎么测试？半马前1周，就是比方说下周日是比赛，您上1周的周6，或者提前10天去跑一个16公里，差不多就是这样了。像如果您跑到像我这种训练量的话，就可以提前半个月跑一次半马，不要很全力以赴，用9成的力。说白了就是最后的2、3公里，不要花最后那个一点接近100%的力去冲，你跑完以后就会舒服很多。大多数比赛最后你觉得比训练累，就是因为最后的冲刺。3月的时候跑了全程马拉松3小时15，之后就坚持300公里1个月，半年了。感觉现在也就是3小时10，觉得进步慢。没关系的，您能坚持300一个月，说明您几乎已经算是训练有素了。
您相信我，为什么我说320呢？就是300可能还相对的激进一点，就是对破3来说，320或者300也行，300基本上跑1年多，也稳稳的破3了。您明年期待明年春季的比赛，比方说明年去跑一个无锡，会有点难度，就会比较顶，但是我觉得问题不大。一个月跑150公里，半马最后5公里掉的厉害，这很正常。150公里不多，一个月150公里，其实月跑量这个事儿啊，一方面是反映您训练的强度，还有一方面反映的是您的能力。您如果一个月能够轻松驾驭300公里，那您肯定不会只跑150公里，对吧？这是观点，所以它都是互为因果的，并不是说您能跑那么多，所以才能跑那么快，而是说您先一开始跑了200一个月，您跑到这么快，之后您能跑250一个月，又跑了那么快，它就互相交替前进的。150公里一个月对半程马拉松冲成绩来说不够用的，因为很可能就是您的单次跑量的距离比较短，然后速度耐力的训练不够多。半程马拉松基本上您如果真的是按照自己的阈值去冲的话，13公里就应该开始觉得很累了。像我的半马体验就是13到15这2公里特别艰难，过了15公里靠的就是平常的速度耐力的积累，要在自己的阈值配速下继续顶下去，就是要再冲起来一下，冲到19公里，然后19到20不要掉速，最后1公里冲刺就好了。强度课后是不是建议拉伸？关于拉伸和按摩这种事儿，我也说过几次。我的观点是，像昨天我那种训练，或者你平常跑20公里以内的强度训练，或者轻松跑，跑完了就拉伸，也可以按摩，都没问题。但是如果是比赛，半马或者全马的比赛，跑完以后就踏踏实实休息，千万不要做那种就是使劲拉伸肌肉，那个不会帮助您恢复的。拉受伤倒不一定，但是拉伸完了肯定您得比平常多疼2天，因为本身马拉松结束之后肌肉会有很多的损伤，您再拉它就不太好。轻度的按摩可以，但是一定别让按摩师傅帮您拉伸。其他的跑步，尤其是间歇什么的这种我是建议拉伸按摩的。从北京来的说周末能不能偶遇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这周六应该是我的第一个训练日。大家跑团的小伙伴，平田先生一般周六早上都在这儿跑15到20公里，如果他跑我就会加入的，还是那个时间在这儿集合，就是我现在跑这条路线。周日应该也会跑，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到达大阪城。我一般的路线就是这样，要不我就直接来大阪城，那样的话我到达大阪城可能是5点45，要不然我就是去城里绕一圈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到达大阪城是14公里左右，那就6点多点。冬天跑步流鼻涕怎么办？没办法，我也流。但是我有个小的经验，可能这针对每个人不一样啊，就是您别老醒它。
你怎么醒它还会有，而且越醒它越多。我那时候冬天的时候，给自己定一个坎儿，就是5公里醒一次。就像夏天那时候，夏天要有时候会脱下背心拧汗，或者拧帽子上的汗也是，我也给自己定一个坎儿，也是5公里一次。第一次半马后闹肚子，第一次半马还不是比赛，是训练，这应该就是身体不适应，这个没有办法，就绝对不可能说你身体还不适应的情况下就能解决，可能每个人敏感的地方不一样，我肠胃系统还行，但是您想，您慢慢适应了这个训练量，肯定就没事了。就是激进不冒进的原则，就是让自己有点不舒服，但是呢，没有到不行的程度，慢慢这个不舒服就消失了。加油干去！半马135，全马的目标是330，24岁，260公里一个月，我觉得没什么问题。但是年轻呢是这样，我也认识几位年轻的朋友跑步的，会有一些耐力问题，因为跑的少。你要是目标330的话，不用加月跑量，但是可能要跑2年。如果你已经跑了2年了，那330很简单的，因为您半马135的话，已经完全具备全程马拉松330的速度能力。为什么说240难呢？是因为它那个速度就是你的几乎就是巡航的极限速度。现在如果我跑300，就是跑3小时，那4分10几的配速，对我来看，我就是不怎么使全力的。但是呢，如果我跑2小时40的话，那就是3分45、3分46左右的配速，那对我来说就是巡航的一个几乎是一个边界速度了，那肯定是很艰难。而大多数普通跑者，说白了，你就是玩命的训练速度，到我这个年纪，也不太可能有长足的提高了。从5分配到4分配是很容易的，从4分到3分，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。而如果您的巡航速度能够到330，那全马破240就要比我现在简单的多。下一个，北马后回内蒙古训练，天气冷，跑的没有之前快，很正常，就是马拉松训练是这样，太热和太冷的时候都会比赛季天气好的时候，同样的体感下，就我而言，我大概要慢10秒。而且您刚刚跑完一个比赛，还没有完全恢复，而且是一个降温的这个周期，还没适应，就训练状态总有起伏，不用太担心。Pace 2加上了 Stride， 用 Stride 获得距离不准 ，Stride 是需要校对的，不同的鞋也需要校对，这确实是麻烦。但是最新一代的好像好很多，对我来说。不过我现在是用 GPS 来获得配速和距离，这也是我说为什么手表现在如果您买，一定买双频的 GPS， 这样几乎就不会有明显那种一下偏的问题了。Pace 2也可以设置成用手表获得配速距离。如果您跑步的路线比较空旷，其实就像我现在这种，什么 GPS 问题都不大，可以考虑更新换代了。无论是 Pace 3还是265都挺不错的。
最后一个5公里比赛前5天怎么调整？5公里比赛不用调整，别受伤，别生病就行了。唯一可能说的就是别跑大强度了就行了。5公里就玩命闷头冲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其实有好多评论我没有全弄完，太长了。你们看我这纸条都贴到半个胳膊了，我继续再努力吧。然后关于直播呢，目前想的是这周6下午，还是北京时间1点半。上周那个预告弄了个乌龙，因为他没有写时区。B 站这边投稿的时候，如果选定时是按正8区，我以为也是按正8区，但是直播那块它是按就是我现在所在地的时区来选，所以我得选2点半。具体的明天视频，明天是休息。具体的呢，我发动态吧。那就这么着，咱们训练之后见，大家加油干！11月9号星期四清晨7点14，训练结束，今天最后一个训练日，跑了17公里，平均配速是4分57，平均心率136，功率199，步频195，步幅1.04米，垂直振幅6.5厘米，平均触地时间184毫秒。今天中途碰见老哥，一起跑了将近2公里，他要回家收拾，然后吃饭上班。那天直播的时候说错了啊，就是当时也不知道怎么着，就想成3月份了。他生日是6月份，就我俩刚认识没多久，也快60了。这周末他每周6都去那个 Park Run， 每次都跑18分多，然后这礼拜天还要去一个场地的10000米的比赛。之后11月19号就是神户马拉松，他说他要在神户马拉松上 PB， 争取跑进2小时50，说最近在努力训练，很可以很可以。我现在要再努力一些，从11月1号到现在开始使劲的加跑量。虽然11月第1周我那个感冒那么严重，我也没断，就顶下来吧。我们就一起加油干。冬训确实是有一个，就我老说，就是得有个仪式感，否则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机器也受不了。真的有个那么一个划分，就像刚才说这擤鼻涕似的，包括比赛赛场上的心理也是。刚才说半马最后几公里的心态，还有怎么去冲，这些一半是生理的因素，一半是心理因素。好吧，那关于直播呢，明天我会发动态，好吗？大家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换季了，无论是有伤的，不巧生病的，都祝您尽快的好起来，好吗？那我们就一起加油干，咱们下回再见。